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今天的财商训练营。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今天是第24堂课。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是财商的道法术器。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世界首富马斯克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类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是1000000分之1。不单他说过，我们全世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顶级物理学家也说过同样类似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看得到摸得着的这个世界是个真实的世界。我们今天在白纸上看到了一个点，或者说你们今天学习周老师的课学到了一个点。我在看你们昨天作业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分享了，老师让我太清晰了，你讲完你的财富自由的7大步骤，我觉得我终于知道人生该怎么走了，我觉得我跟财务自由触手可及了。哎呀，这个点我收获太大了啊！也有人说了，哎呀，周老师你讲完这个7大步骤跟6大财商还有5大资产一串起来，我全明白了，再加上那4大能力，这几个点连起来连成了一条线。如果你今天学习周老师学到了一个点叫点性思维，你的思维的维度在0维。如果你学了2个点连成了一条线，你的思维程度叫1维。如果你学了4个点连成了一个面，叫做平面思维，叫2维。但是周老师所有的课程都喜欢画一个金字塔，为什么呢？因为金字塔是立体性的，是3维的。我们人活在一个3维世界，我们的思维程度如果是1维，跟那个蚂蚁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人生活成了蝼蚁。你生而有意，为何却要天天爬行？就是因为你的思维的维度太低了。1维是2维的投影，2维是3维的投影，3维是4维的投影。在座各位，今天我的手是3维的，把我的手放到这个灯光下就会投出一个阴影，这个阴影我不想看，我把地板砸了都不行，那个阴影依然还在，我只需要把我的手一抽，那个阴影就不在了。所以1维是2维的投影，2维是3维的投影，3维是4维的投影。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来源于在3维碰到的问题总想在3维解决，总想用3维的智慧去解决，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因为3维是4维的投影，只有你进入到4维，把投影源变了，那个3维才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上是一个2元对立的存在，阴阴阳谓之道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推八卦，八卦演万物。换句话讲，我们活在一个阴阳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有高就有低，有胖就有瘦，有美就有丑，有白天就有黑夜，有里面就有外面。那请问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有男人就有女人，对不对？那请问在钱上呢？在钱上依然是如此。金钱的法则有2个，一个是内在的法则，一个是外在的法则。我们前面的23堂课都在跟你讲钱的外在法则，对吧？我们教大家如何投资，看财务报表，教大家如何营销，教大家法律，教大家布局5大资产，对吧？这都是在外在上跟你讲法则。如果没有这一课，等于0。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钱的内在法则。那请问钱有没有内在法则呢？当然有。我把这个世界上分为4个维度，叫做道法术器。道就是你的内在世界道生法，法生术，术生气。道是什么？道就是原理，道就是规律。你会发现马斯克他最成功的就在于他有一个维度不一样。他说第一性原理思维，你如果听了周老师讲价值那本书，你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首富。因为他永远是看到事物的本质。记住，一个人一眼就可以看穿事物的本质，跟一个人花了一辈子都看不穿事物的本质，他们2个人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道是什么？道就是原理，道就是规律。那法是什么？法就是方向，法就是战略。术是什么？术就是方法，术就是技巧。器是什么？器就是工具。我们可以把全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分为道法术器。要想练成绝世高手，光有
一个好的兵器不行，还要有招式，剑招也不行，还要有内功也不行，还要有心法。有了心法，有了内功，有了招式，又有了好兵器，你才能够成为绝世高手。财商上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们要去上那些器类的课程、工具类的课程，比如说学习播商，教你如何做短视频，就是工具类的课；也要学习方法类的课程，怎么投资，怎么管理，对吧？怎么营销，方法类的课程啊，术类的课程。那你也要学习思维类的课程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财商训练营就在改变你的思维。但是我们还要学习什么灵性类的课，就道类的课程。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道法术器，写上财商之道、财商之法、财商之术、财商之器。财商之道是什么？财商之道就是你的财商意识，写上4个字：财商意识。财商意识如果听不懂，就直接一点，潜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潜意识的世界。为什么说幸福的人用童年疗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在疗愈童年？我有一个学生跟我学了2年财商，还是赚不到钱，然后给他做了一场心理咨询。我发现他小时候他的父母给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你就是个废物，你长大以后会干啥？我不得养你一辈子吗？就这一句话已经深入了他的潜意识，他的内在就认为他一定赚不到钱，所以他这辈子就是赚不到钱。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财富蓝图的世界，写上这4个字：财富蓝图。如果你内在的财富蓝图，你就是个穷人，这个世界充满了贫穷。我不管你上多少课，我不管你今天赚多少钱，我不管你今天继承多少遗产，你都是个穷光蛋。因为你的财富蓝图就好比今天我们要打印一个文件，那个文件里的底稿错了，你把它打出来，你发现是错别字，拿橡皮把它擦掉写上，然后再打下一张还是错别字，再把它擦掉再改上，再打下一张还是。为什么？财富蓝图是原件啊！你们今天看到的你的人生只是复印件。记住，贫穷只是个结果，倒霉只是个结果，生病只是个结果，对吧？这个结果一定有一个原因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以先后，则近道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台3D 打印机，你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人生课件，仅此而已。你不改变你内在的潜意识，你不改变你对你内在金钱的那份恐惧跟贪婪，你不改变你的财富意识，你不放大你的财富蓝图，你永远是个穷光蛋。你上再多课都是穷光蛋。为什么让你报周老师财商导师班？因为上一个训练营不可能把你的财富蓝图给你改变，太难了，需要最少跟周老师学习2年的时间，待在周老师身边，周老师潜移默化的才有可能把你穷人的种子给你摘出来，把富人的种子给你种上。在座各位，想象一下，曾经的特朗普负债9个亿美金，请问特朗普在负债9亿美金的时候在想什么呢？他会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穷的人吗？他不会，他会觉得老子就是100亿富豪的命。这就是他的财富蓝图。他赚到了100万，他会幸福吗？他会知足吗？他会满意吗？他会没有动力吗？他不会，他会觉得这是钱吗？这压根不是钱呀！他会继续有动力赚第2个100万，赚第1个1000万，赚第1个1个亿，赚第1个100亿。而你为什么赚到了100万就没有动力了呢？因为你的财富蓝图就是100万，你认为你100万富翁已经很牛逼了。今天我们这个房间装了一台空调，这个空调的遥控器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财富蓝图。今天这个房间本来是30度，你把温度调到15度，这个房间的温度会自动调到15度。如果有人一不小心把窗户打开了，热风进来了，对吧？温度又回到30度了，它会自动的一会儿又降到15度。这就是你的财富蓝图。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啊，叫黑石、桥水，这2家公司的老板跟巴菲特都是好朋友。他们3个人曾经有一个观点是惊人的一致。这3个老头在一起开会，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年我在20岁的时候，有一个智者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做大事儿和做小事儿遇到的困难挫折是一样的。那我为什么不选择做大事？
就是今天你会觉得做直播很难，今天你会觉得讲课很难，今天你会觉得创业很难。我想告诉你，今天周老师讲课跟你在你们家乡做装修工其实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只要你学会了，就像你做装修一样简单。凡是会就很简单，不会就很难。凡是学过就会，没学过就不会。赚钱你没学过，你不会，你觉得很难。那开车呢，你会觉得很简单；游泳呢，你会觉得很简单；吃饭呢，你会觉得很简单，因为你学过，因为你会。但是对于不会开车、不会游泳、不会做饭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很难。所以记住，凡是会就很简单，不会就很难。学过就会，没学过就不会。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这个世界上赚100亿，你要遇到的困难，跟你这辈子一直贫穷要遇到的困难是一样多的。那我为什么不选择钱多的烦恼，我要选择钱少的烦恼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很多人赚到了一点点钱就没有动力，就飘了？为什么马云不会飘？为什么巴菲特先生今年都90多岁了还在努力呢？为什么查理芒格都快100岁了还在努力呢？对不对？财富蓝图不一样。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必须要从今天起改变你的财富蓝图。你的财富蓝图是怎么形成的呢？举个例子吧，你们觉得你这一辈子你能赚多少钱？很多人说可能说我赚不到钱，我就是个穷人。很多人说我赚个几十万可能就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说可能我不负债就很不错了。很多人说我会是百万富翁。很多人说我会是千万富翁。对不对？很多人说我会是亿万富翁，那你问问周老师，你的财富蓝图是多少？我认为我这辈子一定是1000亿级别的，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我的财富蓝图。我认为今天，对吧？我的这点财富什么都不算，我将来会破100亿，我将来会破1000亿，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我的财富蓝图。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那我们的财富蓝图是怎么形成的呢？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跟你父母跟你讲的话有关。跟你遇到的人他们的思想有关，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能量场，是你小时候的那个圈子，它造就了你是穷人的意识还是富人的意识。这叫做财富蓝图。用风水上来讲，这叫财库，对吧？有些人财库很大，有些人财库很小。为什么？财库大的人是因为他认为他财库很大，财富小的人是因为他认为他财富很小。这叫程序，这叫设定，这就是空调按钮。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财富蓝图。你要坚信自己是能成为百万富豪的，是能成为千万富豪的，是能成为亿万富豪的。你只要相信了，你只要，其实说白了吧，真真正正的成功是洗自己的脑，真的。就像我上一个课程，我就给自己洗脑，这个课我一定能学会，这个课程我一定能拿到结果。那财商之法是什么？财商之法就是思维，就是想法。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结果。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呢？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潜意识，所以是你的意识决定了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结果。道法术器，财商之道就是财商意识，财商之法就是你的财商思维，财商之术就是你的财商方法和你的行为，财商之器就是工具，就是结果。为啥今天你的结果是个穷光蛋？如果说你的思维跟我的思维一样，我怎么想你怎么想，我怎么做你怎么做，我敢保证你一定会结果也跟我一样。那为什么你的思维是一个穷人思维呢？我的思维是一个富人思维呢？因为我学习了，你没有；因为我改变了我的圈子，你没有。罗伯特清崎是因为有个富爸爸，你们知道吗？罗伯特清崎家里面好几个姊妹啊，全是穷光蛋，因为都是深受穷爸爸影响。他爸告诉说，钱是邪恶的，钱是肮脏的，钱是下流的，不要想赚钱，要想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所以他一辈子赚不到钱，所以他的所有孩子都赚不到钱，都要靠清崎的接济才能过活。而只有罗伯特清崎变成了富豪，因为罗伯特清崎认识了迈克尔的爸爸，也就是他的老师富爸爸。所以他接受了富爸爸的思想，赚钱太简单了，什么买不起，我如何才能买得起？找份工作，为啥我不给别人安排工作？所以他的思维变成了富人思维，所以他变成了富人的行为，到最后达到了一个富人的结果。
想象一下，如果当年不是我跟罗伯特清崎学习，而是你跟罗伯特清崎学习，不是我傻傻的相信罗伯特清崎，然后照他说的去做，而是你，有没有可能今天在台上讲课的富翁是你，而不是我呢？我给自己设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拜清崎为师，花尽一切办法去满足这个梦想，因为我知道，我只要拜他为师，我已经成功一半了。我有很多的学生真的是给自己设了个梦想，3年之内我要成为老师的彩浪导师班学员，拼命赚钱，拼命赚钱，赚到钱以后马上成为老师带头班学员，2年时间改变命运。这不是在给你做推销。如果我在给你讲我课程的时候，你很难受，你觉得我有销售你，我告诉你，证明你有穷人思维。只有穷人才害怕被推销，而富人都是喜欢被推销、喜欢推销的人，你知道吗？